既然没有危险的话，那么试试又何妨？萧炎咬了咬牙，当即催动主境巅峰的灵魂力量，试探性的朝着迷你灵魂体慢慢靠近。此刻的情形，萧炎的灵魂识海便是大海，那迷你灵魂体的则是一块礁石。无论怎么看，都是大海给人的震撼更强。在狂怒的海风呼啸之下，掀起一排排滔天巨浪向前奔涌，那威势无比的骇人。眼下，萧炎要做的就是发起一道海浪，以试探这块礁石的实力。汹涌的海浪朝礁石冲击而去，但晃眼之间就被礁石格挡得粉碎，化成无数细微的水沫，开始四溅开去。如礁石般迷你灵魂体的强大，竟是超出了萧炎的意料之外。他神情惊诧的同时，怒目一张，旋即整个主境巅峰的灵魂识海顿时海风呼啸涌动，数道巨大的海浪瞬间一飞冲天，继而以排山倒海之势，全力的朝着迷你灵魂体席卷而去。那数道足可毁天灭地的识海海浪狠狠地拍打在了迷你灵魂体的身上，但结果还是一样。那迷你灵魂体就如一座巍峨的大山，无论你如何施展识海的海浪，依旧让其屹立不动，仿佛就是这些狂暴海浪再如何强大，也无法撼动其丝毫。这一刻，才知晓了主境灵魂与神境灵魂的真正差距。刚刚那数道强大的海浪和之前那一道一样，在拍打在礁石的身上时，依旧是被格挡而下，海浪七零八碎。要知道那数道的识海海浪中所蕴含的灵魂力量，萧炎可没有一点的保留。他此刻非常清楚，但即使全力施展，依然无法撼动这迷你灵魂体一丝一毫。不过萧炎就不相信，如果在一直的连击之下，应该也会承受不住吧。萧炎心神一念间，双眼如似喷火，展望无尽的灵魂识海顿时变得躁动起来。下一刻，便是有着一道接着一道的巨大海浪，以旋风之势前赴后继地向迷你灵魂体疯狂拍去。然而纵使海浪有数百道数千道的拍打在迷你灵魂体之上，但最终还是未能摆脱被礁石无情震碎的结局。风平浪静后，礁石依然挺直地站在那里，面含着挥之不去的微笑，看着萧炎识海中这蔚蓝的大海。到了这时，萧炎感觉到，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不仅自己的灵魂力量会大量消耗，反而不会感悟其中的奥妙。待那些四溅开来的水沫彻底与大海融合后，也是缓缓闭上眼睛，不断回忆着刚才那神奇的一幕，心神开始不断地思索其中的玄妙之处。这就是量与质的区别吗？量再多看似强大，始终还是虚而不凝，徒有其表。萧炎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你领悟的没错，这就是两个境界之间质的变化。达到主境之上的境界，则灵魂力量会无尽的压缩，成为固体状。虽然看起来远没有无边无际的大海般震撼，但是如果大海的水在无尽的压缩之后，将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就好比你将无边的大海之水压缩至湖泊那般大小时，那么其中的密度质量将会达到一个无法想象的程度。祖龙先祖的残魂之声在这时也慢悠悠地在萧炎耳边响起。这个变化是你达到更高境界后的自然变化，我现在只是让你提前了解一下而已。不过对于同灵魂境界的强弱，便是由灵魂识海所能压缩的灵魂力量其数量来决定。接下来我会给你演示。原来如此，如拨开云雾见青天，那看似遥不可及的主境之上的境界，对萧炎来说不再是那么虚无缥缈。神境中那玄妙的面纱终于是要揭开了。下一刻，迷你灵魂体一动，灵魂识海如涟漪般的一颤。萧炎尚未看清发生了什么，全身竟是顿时一僵，除了意识外，连灵魂力量都无法运转丝毫。这就是超越主境的掌控，他的能力展现就是掌控的越强，压缩的灵魂力量就越精纯。祖龙先祖的残魂缓缓解释道，但是此时的语气也是显得很是疲惫。看样子，对于这等高要求的演示，需要极其消耗大量的灵魂本源。主境灵魂的能力不过是探索和攻击，远无法和神境灵魂的掌控相比。接下来就只能靠你自己去感悟其中的玄妙。话落，迷你灵魂体的识海里开始不断的颤动，萧炎便在一次次的禁锢和放松之间，不断的去体会其中那难以述说的玄妙。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对于神境灵魂，如果对其掌控越强，压缩的灵魂力量也就越精纯越强大。灵魂力量越精纯，那么施展灵魂掌控的度就会越快。看来关键是对掌控的领悟。掌控是王，灵魂力量是兵。萧炎的眼神微微眯起，嘴角的笑意也是顿时乍现，似乎已经对神境中的奥妙有了一丝感悟。主境之上境界的面纱，随着迷你灵魂体不断的演示下，其中的玄妙也是揭开的越来越多。不过也很快感受到了此刻祖龙先祖的灵魂力量在这大量的消耗下，他的残魂身躯变得更加的虚幻透明。对此，萧炎虽大为感动，但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什么，唯有尽可能的去感悟神境的奥妙之法，才不辜负祖龙先祖前辈的这份无比厚重的机缘。如果没有祖龙先祖前辈指引的话，就算萧炎的灵魂造诣再高深，别说是突破，就算踏上神境的门槛，都不知道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代价。萧炎不由在心感叹，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这位祖龙先祖，先前感悟了对掌控的奥妙。萧炎也开始了自己的推演，
灵魂识海渐渐从一开始的一道、两道互不干涉的平行线，慢慢延伸出了交接点。先是简单的几条，然后很快出现了第5条、第10条，甚至越来越多。就当萧炎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上面的时候，他那本已经饱和的主境巅峰灵魂力量，居然悄悄地进行了压缩。随着时间的持续推移，迷你灵魂体的身躯越发的暗淡了，残魂的身躯在半空中透明如光。纵然如此，残魂的那双依然明亮的眸子注视着沉迷在感悟中的萧炎，他的脸庞上有着一丝微笑，对于萧炎的灵魂造诣和天赋也是感到非常的满意。好坚韧的毅力以及惊人的感悟力，此悟性如此之佳，也不枉费老夫的一番心血演示了。祖龙先祖的残魂喃喃道。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炎依旧沉浸在那感悟之中。不过现在的萧炎仿佛进入了一种极其玄妙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所有的干扰都不复存在。从祖龙先祖的演示中吸收了所有灵魂力量的过程，然后将这些点点滴滴的画面场景不断的交织一起。很快，萧炎只感觉自己的灵魂识海中轰然一声，仿佛有一扇大门缓缓地被打开了一条缝，里面有无数流动的奥妙，在不断演变着玄妙的一切。这便是神境灵魂的奥妙吗？萧炎的目光透过那道大门的缝隙窥探到了里面的玄妙。刚刚祖龙先祖前辈说过，主境与神境的区别就是在于掌控。之前我对掌控还是模糊不清，现在我明白了，终于明白了。所谓的掌控，便是不刻意去驱使灵魂力量，而是心念所致，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萧炎的脑海中灵光一闪，明白了神境的奥妙。刚刚还只是打开一道缝隙的大门，轰隆一声，竟是彻底被打开那神境的真正大门。萧炎缓步将双脚踏入大门之中，里面散乱的奥妙清晰无比地展现在萧炎的面前。与此同时，萧炎的灵魂识海中有着一道无比奥妙的天地能量，像是沸腾了一般，疯狂地灌注识海中，瞬间就让萧炎的识海胀通欲爆，仿佛像是一座火山即将喷发了一样。但那天地能量没有停歇的迹象，仍然源源不断地涌进识海中，开拓着更广阔的识海。这就是神境的奥妙吗？看来我得好好将这里面的奥妙感悟一遍了。自从踏入这大门之后，便是感受到神境中的神奇玄妙，这也是萧炎领悟其中奥妙的最佳时机。就在萧炎彻底的沉浸于神境灵魂的奥妙时，在第1等级世界非常遥远的某一处区域，而这里就是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存在，也就是如今称霸整个第1等级世界的神奇联盟。距离此前的神使候选也已经过去了数月时间。曾经那10位星神中，其余7位星神皆是落败，没有竞选上星神使之位。不过如今这神奇联盟也是诞生出了10位极其强大的星神使。在这10大星神使中，1位是五祖灵动，1位是木主木尘，1位是魂帝魂天帝，其余6位中则是9域天之中的佼佼者，实力皆是达到了准天位神。这5位中还有着1位丘王的靠山星级也成功晋级，不过星级则是没有对上灵动木尘魂天帝3人，不然的话，以星级的强大手段和自身的准天位神实力，想要击败星级的机会也是非常的渺茫。而最后1位乃是这一届中的1位使者，展现出无比可怕的神迹和自身的战斗力，成功获得晋级，也成为了神奇联盟有身份有地位的新神使。对于这些神使闻言，自然都是有着一处自己的府邸，这些府邸也都是神奇联盟给予的。神使可以在9域天中找寻一些投靠自己的人脉，组建一方在9域天中的小势力。所以灵动木尘魂天帝等人在成为新神使之后，自然都抛出了橄榄枝。由于他们抛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一些9域天中的使者或者是普神也都选择了自己要追随这些新神使。如今在这新成立的10大新神使中，最强的莫属于那5位准天位神，那么其余的5位新神使则是没有很多的追随者和投靠者，这也正常。一般正常的来看，都会选准天位神的神使，毕竟那实力摆在那里。如此强大的新神使，如果跟随他们的话，自然比跟着灵动木尘等新神使更加的有前途和丰富的资源。要知道，准天位神的神使那是最接近天位神的神奇，实力的资源皆是远远的超越了灵动木尘等新神使。所以此次10位神使中最成功的便是这5位准天位神，他们不仅收拢了诸多的普神和使者，更是也击败了诸多老神使。也就是如此霸道果决的踢馆，让这5位准天位神的神使彻彻底底的成为了9域天众多神使中的最强5大神使，实力更是远超那些第1序列神，甚至第1序列神巅峰的老神使，甚至那最强5大神使中的星级，直接对灵动木尘等新神使也抛出了橄榄枝，只要加入与他们，并可获得更多的神之资源。不过对于灵动木尘2人，想要投靠与他们这些神奇，自然是不愿意的。结果就想着这些只是来自下等级世界的生灵而已，竟然还如此狂傲不羁，看来今日不给点颜色，怕是也不会有所表示了。结局可想而知，自然是灵动和木尘败给了这位准天位神实力的星级神使，他的战斗力实在过于惊人强大，就算是灵动和木尘2人联手都不敌这位星级。甚至在他们双方的交战中，灵动木尘2人皆是受了伤，而灵动和木尘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底牌进出竟然都不是星级使者的对手，最终还是落败星级之手。不过也不要小看灵动和木尘2人，在他们的联手之下爆发出的惊人战斗力，
竟然也让星级使者吃尽了苦头。但他们双方之间的差距依旧是很大，并不能够用一些强大的地底牌就能够占取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神力也开始变弱，想要再以一些强大的底牌，怕是也无法抵挡住对方的强大攻势。就在那星级神使差点将灵动和沐尘二人彻底的击杀折服时，便是在极其关键时刻出现了五欲天神君。其实力比起之前那天翼神君的力量，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毕竟传闻五欲天神君的实力也是达到了一个可以与一位超神势力中的一些超神势力之主媲美，并且可平起平坐。由于这位五欲天神君的出现，令得九欲天上下都是极为的沸腾热闹起来。要知道，很少有更高御天的神君出现在最底层的九御天中，毕竟这个地方对于那些更高御天的神君来说，无疑就是不堪入目的存在。而就在近日，这更高御天的神君竟然会出现在九御天之中，并且就在灵动沐尘差点被那星级所击杀的时候，竟是会出现如此一位强大的神君。更让整个九御天都为之惊骇的是，这位五御天神君竟然抵挡下星级的杀招。星级神使见到自己的杀招被这如冉出现的五御天神君给轻松化解后，并没有出现怒意和不满，而是低头拱手无比的恭敬。毕竟星级可不是傻子，与一位五御天神君对抗的话，无疑就是一个死路。就算是天翼神君来了，都得毕恭毕敬，更何况是他这位刚成为神使的星级呢？这位强大的神君乃是五御天神君，其实力已经远超九御天神君的天一，所以就算是八御天神君、七御天神君以及六御天神君都不敢与之对抗的可怕存在。这就是神奇联盟之间的身份和实力间的差距。只要有着足够的实力，那么你就拥有在神奇联盟相等的职位。可以说，神奇联盟是一个争斗不休的地方，也可以是非常公平的地方。至于所谓的公平，都需要建立在自身的实力上面。如果越强大，那么你在神奇联盟之中的神权就会越大。同为神君级别，便是就可以看出神君之间的差距，这也就是公平的所在。最后五御天神君的出现，也是惊动了天翼神君。在面对五御天神君那极其恐怖的威压之下，天翼神君可不敢有丝毫的妄动之心。整个九御天的神奇在见到五御天神君，皆是不敢说任何一句话，气氛也是瞬间变得无比的安静，就连天翼神君都是客客气气起来。你们二位身怀大咒神物之一的祖符和原始法身，的确天赋异禀。我是五御天神君，名字叫江陵。本神君已经看上你们二人的天赋，希望你们跟着我如何？我可以拿出九御天神阁之中的最好资源，寄予你们修炼。此话一出，直接令得九御天的所有神奇都感到无比的震惊。要知道，很少有更高御天的神君来最底层的御天中招纳神奇。如今这刚来九御天才数月时间，竟是以自身的强大天赋以及身怀大咒神物，便是被这位五御天神君看中，并要招揽灵动和沐尘二人。不过，在灵动和沐尘二人面面相觑下，竟是毫不犹豫的点点头。他们二人都知晓，神奇联盟中的争斗可怕比起外界还要混乱和残酷。如果有一位如此强大的神君作为自己的靠山，自然能够让灵动和沐尘在神奇联盟的身份地位都会大幅上涨。从此，灵动和沐尘这两位新神使不仅在九御天有着呼风唤雨的号召力，就如其他更高御天的神使以及一些普神都开始与灵动和沐尘搞好关系。毕竟他们二人的背后靠山乃是整个五御天，那五御天神君的实力更是达到了传说中五重天卫神的神境领域。五重天卫神在整个神奇联盟之中，也可谓是一方中接天卫神，所以在五御天之下的御天，怕是无人敢招惹。这便是神奇联盟之中不同的御天，便是标明了身份强弱之分。如此震撼性的消息，不仅是传遍了九御天，就连八御天、七御天、六御天都收到了这样的消息。这消息一传出，便是直接让的几大御天都震了震。曾经那最强五大新神使，虽然自身的实力比起灵动沐尘强大许多，但是如今的灵动沐尘二人的靠山，实在是他们都惹不起也不敢惹的强大存在。可以说，在如此靠山面前，就算那些实力远远超越灵动沐尘二人的神奇，都不敢对他们二人有任何想法，而唯一的想法就是与他们搞好关系。至此之后，灵动和沐尘二人的名气也在几大御天中彻底的传荡而开，同时也让更多的神奇联盟成员都认识到了灵动和沐尘。他们都知道了，灵动和沐尘有一个极其强大的靠山，那就是五御天的江陵神君。自从有了这位五御天神君作为灵动和沐尘的靠山后，已经有着更多的普神以及神使都想要加入他们的小势力之中，也渐渐的让得灵动与沐尘的小势力越来越庞大起来。那火热的程度直接是超过了九御天那最强五大神使的势力，甚至就连天翼神君都不敢对灵动沐尘二人有什么想法，更不要说想要抢夺他们的祖符和原始法身了。因为灵动和沐尘的两道小势力已经成为九御天之中的顶尖存在，任何一方小势力都不敢打他们的注意。有时候只要听到了灵动沐尘二人的名字，或者是他们所创立的小势力名字时，都让得不少神奇联盟的成员都感到闻风丧胆。如此，灵动和沐尘在神奇联盟中也算是混得非常不错的两位，也是最出色的两位，同时也让得他们二人在九御天神阁中获得了不少的神权以及更多的渠道。只要他们想要打听任何信息，基本上都是能够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重要信息。虽然他们二位如今混得非常出色，可是那来自天星界的天星主却没有那么好运气。
在上一次的神使候选之中，天星主虽然展现出了无比可怕的战斗力与底牌，竟是只差对方一位9域天中的佼佼者一招落败，无法顺利成为新神使。但是虽然天星主落败，无法顺利当选神使，可是他却为了下一届的神使候选，甘愿被抽离神力，实力也就此跌落至准神境，成为了神奇联盟的使者。他在使者园中更是刻苦地修炼自身的天星法身和实力，为下一届的神使候选做准备。毕竟他的目标也希望自己能够顺利坐上神使之位，让其自己的天星界气运暴涨，变得更加的辉煌，走向那神纪元的世界。如今在灵动和牧尘的照料帮助之下，天星主在使者园之中也是不敢有其他不长眼的使者找天星主的茬，更多的都是与天星主搞好关系。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现实吧。无论在哪一个世界中，只要打好关系，就能够打通自己以后要走的路。不过那魂天帝所创建的小势力则是不与任何一方小势力打交道，甚至他的小势力中成员也不多，但是他们都是拥有着极其可怕的功法，那就是噬魂诀。而这噬魂诀极其的诡异莫测，其中更是有着极其强大的隐晦力量，能够吞噬抽离别人体内的灵魂。所在这充满杀戮血腥的9域天，极其适合魂天帝这小势力的极限发挥。这段时间已经传出，想要加入魂天帝的那道小势力中，就必须以自身的灵魂献祭，才能加入其中，同时获得极其强大的力量。而这股力量更是超乎想象，那隐晦的力量足以吞噬一切的灵魂体，只要一不小心，他们的灵魂就会被抽离神体。所以这魂天帝所创建的小势力也同样极其的受一些9域天成员的欢迎。此时灵动和牧尘便是动身前往了神奇联盟的一处地方，乃是叫一个千机阁的地方，这也是他们这段时间打听到的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传闻千机阁之中有着大咒中诸多宝贝的信息，如果想要了解大咒中的神器甚至是神物的话，都可以在这里收取到相关的信息。这里就是神奇联盟的千机阁了吗？灵动和牧尘二人的身影悬浮在一处巨大的阁楼之上，巨大的阁楼极为的宏伟壮观，墙壁皆是由极其罕见的稀有材料所建造，能够吸收天地间的神元之气，所令的这里的神元之气都是极其的浓郁磅礴。这里的神元之气真是雄厚，不愧是神奇联盟的神之资源，到哪里都是有着令人叹止的磅礴神元之气。牧尘摊开双手，眼眸一眯，感受着天地间那隐隐冲进自己体内的神元之气。牧尘，看来这里便是能够让我们彻底蜕变的起步了。我的第10道祖符以及你的仪器师神化，想必也都会有所记载其信息，甚至你的仪器师神化功法就藏在神奇联盟也不一定。原本那灵动的平静脸颊上，在此刻都是带着一抹兴奋之色。如今灵动的祖符以及集齐9道，只剩下最后一道光明祖符。如果将最后一道光明祖符集齐的话，那么灵动就拥有了10道祖符，能够让的自身实力提升更多，并且如此多种的属性力量，将他们的力量催动极致的话，那么又会达到什么样的强大程度？闻言，牧尘也是点了点头，同样是露出激动之色道：应该是如此，只要我获得仪器10神化的功法，那么我便可以彻底的修炼10座原始法身，甚至可以将其余的5座原始法身进行融合，到时候我的力量将会发到一个新高度。想到这里，牧尘体内的血液都开始沸腾起来。他与灵动目前皆是第3序列神，来到神奇联盟数月的时间，虽然有着非常磅礴的神元之气，能够让他们提升神之修为，可是这对于他们2人来说，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如果能够找到他们所需的东西，那么他们的实力将会大幅的提升，突破天位神也都指日可待。2人望着这座巨大充满无数信息的千机阁片刻后，便是化为2道流光跃进其中，不过却被千机阁的几位侍卫给拦了下来，斥喝道：来者何人？这里乃是千机阁，没有通行令是无法进去的，如有人敢违抗命令，杀无赦。几位侍卫的声音中带着可怕的杀气，如果一寻常序列神的话，怕是已经被这道杀气给压制的无法动弹。而对于灵动和牧尘这2人能够在联手下让准天位神的心急都吃了不少苦头，这些侍卫所散发出来的杀气，他们2人根本不会有所惧意。我叫灵动，我叫牧尘。4字一出，顿时让刚刚还充满无尽杀意的几位侍卫顿时收敛了气息，因为他们最近听说过他们2人的名字，他们是这一切招揽神会的优胜者，在神使候选中成功顺利击败9域天的那些佼佼者，成为了新神使，并且更重要的是5域天神君还是极为的重视他们，甚至作为了他们背后的强大靠山。如此强大的靠山背景，怕是在9域天神阁之中都很少神奇感动如今的灵动和牧尘。毕竟他们2人在神奇联盟之中很少神奇敢去招惹，一旦招惹的话，那么那些招惹之人将会受到来自5域天神君的制裁。所在这些侍卫在一听到灵动和牧尘几字的时候，皆是打了一个寒战，态度更是360度的大转变。原来是灵动神使和牧尘神使，快请进，快请进。牧尘则是露出戏谑之色，微笑道：需要拿出通行令吗？一听到牧尘这般说，那几位侍卫急忙的摇头摆手，连忙道：不用不用。很显然他们很害怕待会灵动牧尘会为难他们。然后灵动牧尘2人头也不回的掠进千机阁的大门之中，见到灵动牧尘并没有为难他们后，这些侍卫才松了一口气，仿佛躲过了令他们无比害怕的制裁一般。千机阁内的空间极其的宽敞，一眼望去
仿佛望不到边际，甚至没有任何人影在其中。不过想来也很正常，毕竟千机阁之中拥有着整个大洲的信息和其他强大的宝物，空间不大一点的话，怕也说不过去。毕竟神奇联盟的底蕴是有能力将整个大洲的信息收揽于千机阁之中的。在灵动牧尘进入千机阁后，便是扫视着和四周，除了正前方那望不到尽头后，左右两边则是有着不少的房间。在这些房间的门上都写着不同的文字，但是距离这些房间只要也有着一段的距离，想要以肉眼怕是很难看清楚上面的文字，所以他们必须凝聚自身的灵魂力量，方才能够用魂眼看到这些房间上的文字。但是灵动和牧尘的灵魂力量可没有萧炎那般强大，但对于这些文字的感知却是轻轻松松，在他们二人的灵魂力量释放下，便是清晰地看到了千机阁之中有着总共10道房间，左右两边各占5间，唯独只有那望不到边际的尽头，依旧是无法看清楚那之中究竟有什么。